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有做台湾的便当，然后也有做就是火锅，火锅跟便当，火锅可以再加海鲜，火锅加时蔬再加海鲜，你要辣吗？要，你要多辣？我要中辣好。中辣很辣哦。中辣你平常可以，真的啊？因为所有辣椒我们自己炒的 ，OK 哦。没问题。好，相信台湾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啊，你呢？把台湾的重口味搬到德国柏林，遇上台湾客一拍即合。用中式大炒锅把3杯杏鲍菇炒到入味，大火逼出镬气，是中式料理的重要秘诀。一旁的炉子也没闲着，放上2个雪平锅，是客人点的台式小火锅。另一边，油锅高温加热后，再把调味好的鸡块放进去炸。台式盐酥鸡在柏林上桌喽。这个是我们的台式炸鸡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小菜。点了一桌满满的菜，从小火锅到台式便当套餐，让旅外的台侨大大满足思乡的味蕾。可以耶，有辣，但可以。还可以哈，可以下次可以吃3就有一点那个再吃下去，可能那个汗会真的会飙下来的那种，3可能会有一点。那你说你家在台湾就是只有做小火锅？我们家在台湾是开小火锅的。虽然从小在自家餐厅长大，不过丁心玉在台湾根本不进厨房。26岁那一年，带着满满的胆子，远渡重洋到柏林闯荡，看着日式、韩式料理满街都是，但就是少了台味，干脆自己来做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连一颗蛋都不会煎。我妈还跟我说，你跟我说你要创业做吃的，她说你那刚没塞，我讲那没塞。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摆摊嘛，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来的时候背了一台鸡蛋糕的机器，是我妈说你要烤鸡蛋糕，她以为是那种插电，然后就是12颗的那一种，不是，我订的是营业用，然后220伏的，我妈傻眼，我就直接多加一件行李，然后背过来的。凭着一股干劲，丁心玉在社群软体上招兵买马，开启摆摊生意，从一开始就锁定欧洲客群。台湾人那时候吃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这个就还好，可是外国人他们会觉得好像很不错因为对他们来讲都是新鲜的。而且我那时候的诉求就是觉得先打国外市场，不是国外市场，就是我比较想跟外国人分享，是因为我是觉得至少做的不一定是好，但至少我在做。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应该有的菜，它至少吃起来比外面那个炸鸡吃起来更像台湾。我比外面炸鸡吃起来像台湾，这一点我有信心。但究竟在台湾人的市场里面好不好吃，我就不敢讲。靠着到处摆摊累积经验，还有客人的回馈，丁心玉的菜色越来越多，才决定找间店面固定下来。然后我当初做炸排骨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自己现在超想吃炸排骨的，然后都没有排骨可以吃。我的梦想就是在柏林可以实现吃炸排骨跟珍奶的自由，无限上纲。现在至少第一步已经实现了。虽然有请员工，但丁心玉只要有空，还是会亲自下厨。他把自己丢进厨房，开始卖便当之前，卖的可是100万精品名表。我在台湾做精品，做精品，卖百达翡丽。精品卖了2年，第2年业绩迈破1元大关，是店里的第1名。不过丁心玉毫不留恋，说走就走。他说当时年轻，不想被困在一个地方太久，就是想看看世界。有点无聊，想要找一点乐趣，然后我就出国。那时候遇到的人都是那种韩国同学跟日本同学，都会一直介绍他们的拉面跟炸鸡，然后我都心想说，我都没有什么，这边有台湾餐厅，可是很少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都没有一家店我可以带去，然后我就觉得台湾明明有这么多好东西。其实你在卖的时候，你真的很有自信，因为一开始客人，你这东西是熟的，可客人吃不出来他那个差异。一开始，只是一开始能支持我的客人到现在都还在，我真的蛮感谢他们。有时候我就说，我这个包当初我给你们吃的是什么？台湾人吗？台湾人。台湾人才这样支持下来的。对啊，外国人更会支持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原本长怎么样，就很像你在台湾吃意大利面，你不知道它原本的味道是什么。过去接触的客户都是顶级豪门，服务可得周到，而这样的经验，丁心玉也把它用在自己的餐厅和餐点上。我觉得要用那个精品的思维来做食物。因为精品里面它会教你怎么做 storytelling， 它会教你怎么包装，怎么讲故事，然后怎么去做你自己的东西。可是做食物，我们家人最常跟我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自己敢吃，一定要货真价实，你自己不敢吃的东西不要买。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，如果你只会做吃的你不会包装，其实在国外的竞争市场，我觉得很可惜。
把台湾料理当成精品来卖，这样的策略为丁心玉在柏林打开市场，还为自己找到合作伙伴。德国做菜你要有专业厨房，你不可以在家里自己做。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要去哪里找一个专业厨房？我就直接走进一家店，我就说：“你的厨房可不可以借我？”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很完美的 PPT， 说我要怎么用这个厨房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说：“那我先借你使用看看。”然后后来他那时候就是帮助了我非常的多。然后分享了很多他的知识给我，然后到现在那个厨房还是我的备料厨房。这些食物都非常好吃。谢谢，可以送。没有，是新加坡人嘴巴很挑，可以被新加坡人称赞不容易耶。34岁的丁心玉个性外向，也为他留下许多回头客。就连台积电准备在德国设厂，丁心玉也收到市长的邀请，希望他能到厂址周边开分店。现在的他不急着回台湾，而是要好好的在德国继续分享台菜精品故事。